50米后，在第2个路口右转，直行通过第1路口，100米后右转。嗨，今天从上海虹桥瑞士酒店退房后，我们来到了上海的黄浦区。黄浦区可是上海最核心的城区之一。自从1843年上海开埠成为通商口岸之后，这里就一直是上海的心脏地带。大家都超熟悉的上海外滩、南京路、人民广场、淮海路，还有上海城隍庙，其实通通都在黄浦区里面哦。今天我们要入住的是上海中港惠博尔曼酒店，这家酒店整体风格比较偏向商务型，大堂里已经布置了满满的新年装饰，非常有气氛。因为是新年假期，入住的客人超级多，我们先去排队办入住吧。都是脏的，我这边帮你安排一下升个级升到豪华体哇，没想到酒店居然帮我们免费升等到了套房耶！不过目前房间还没打扫好，我们就先把行李寄放在礼宾部，到附近随便逛逛吧。这家酒店的位置真的很好，紧邻新天地，走路就可以到田子坊和日月光中心，交通也超级方便，步行3分钟就能搭到地铁9号线哦。我们现在穿过日月光中心，来到了外面的广场，这边满满的都是餐厅和小吃，感觉吃饭逛街都超级方便。今天天气很好，大家都跑出来玩了，街上满满的都是人。哇，这边人更多了，估计大家都是来玩的游客吧。前面就是著名的田子坊了，我们进去看看吧。田子坊就位在上海市的泰康路210弄，这个街区是由以前的法租界行政区、石库门里弄区还有里弄工厂区组合而成的。它的街区样貌完美反映了从近代江南农村一路发展到华阳混居社区和工厂社区的历史脉络。到了1998年，田子坊开始进行改造，透过租赁、转让和置换等各种方式，他们特别保留了建筑的原始结构和历史痕迹，变成了一个艺术展示、商业消费和居民生活共存的混合社区。弄堂里面虽然开了超级多小店，但还是能感受到浓浓的老上海生活气息，游客非常多，整个感觉超级热闹。不过相比于这种热闹喧嚣，我其实更喜欢去探索在地居民真实的生活样貌。田子坊的探索就先告一段落了，我们继续沿着泰康路散散步吧。这边的街区都是由旧厂房和传统的石库门建筑群改建的，他们特别保留了建筑的原始结构和历史痕迹，变成了一个艺术展示、商业消费和居民生活共存的超酷混合社区。你看，石库门里的居民就这样在临街的超市和菜市场里穿梭，完美延续了上海特有的市井生活感。而且一路上还藏着好多大大小小的特色咖啡馆呢。这边是布高里，咦，你们看里面有一只超可爱的大橘猫呀。走着走着腿有点酸了，刚好经过加佩勒酒店，听说他们家的烘焙坊非常厉害，我们去喝个优雅的下午茶休息一下吧。今天店里客人蛮多的，我们幸运地找到一个靠窗的位子，刚好可以舒服地晒晒太阳。我们点的餐送来咯，卖相很赞，伯爵茶和马德莲的味道真的超级棒。终于回到酒店了，我们赶快一起来开箱房间吧。等等，怎么安排的是大床房啊？办入住的时候不是说帮我们升等到套房了吗？ Anyway， 不管了，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房间到底怎么样吧。酒店官网上有分翻新过和没翻新过的房型，
看样子我们这间是没有翻新过的。浴室倒是升级了智能免治马桶盖，不过整体的卫生状况就马马虎虎啦。浴缸看起来蛮旧的，上面的污渍也有点明显。沐浴备品用的是 Bigelow 的洗护系列。洗手台区域提供了2瓶免费的水和牙刷。来看看窗外的风景吧，蛮普通的 mini bar 有配胶囊咖啡，但完全看不出是什么牌子和生产日期的，有点神秘。冰箱里有准备啤酒和软性饮料，不过这些都是要另外收费的哦。进门处的衣柜里挂着2件浴袍，接着我们去行政酒廊看看吧。酒廊的空间感觉是有重新翻新过的，蛮新颖的。这里有提供咖啡、热茶和软性饮料。这个区域好像晚上也会变成酒店的酒吧呢。现在刚好是下午茶时间。酒廊有提供一些简单的水果和点心。酒廊整体的空间蛮大的，旁边还有一些比较隐蔽的小包厢区。对了，这家酒店里面总共有4间餐厅哦。我们顺便去健身中心绕绕吧。健身中心里面居然还藏了一家理发店，不过今天刚好没有营业。健身房的空间蛮宽敞的，器材设备也算蛮齐全的。这里很贴心的为客人准备了柠檬水和冰毛巾。因为是假期的关系，游泳池里满满的都是人，我就不方便进去拍了。如果有体验过这家酒店泳池设施的朋友，欢迎在下方留言跟大家分享哦。今天在外面真的逛到有点累瘫了。晚餐我们决定直接在酒廊的 Happy Hour 解决就好。今天的冷盘拼盘看起来还蛮丰富的耶，还有南瓜沙拉和甜甜的糯米藕。这里是生菜沙拉区。甜点部分跟下午茶提供的款式差不多，这边有苏式月饼和咖喱饺，不过这2个吃起来味道就蛮普通的。看看热菜区有什么。老实说，酒廊提供的菜色蛮一般的，加上我们今天下午实在暴走了2万多步，肚子太饿了，所以我们又额外加点了2道菜，点了一份虾肉酿文蛤，还有一份排骨陈村粉，总共花了500多块人民币。但味道真的很普通，都卖到这个价格了，吃起来却有一种预制菜的感觉。吃完晚饭后，我们拿着券去酒店的全日制餐厅兑换了2杯欢迎饮料。只能说不好喝。隔天早上6点多，我们赶快去看看酒店的早餐表现如何吧。这边是烘焙面包区、沙拉区，还有冷盘火腿区。这里有提供现煮的咖啡和茶。面食区的话，有提供一些基本的小菜和2款面条浇头。这里是热菜熟食区。居然还有一些上海本地特色的传统点心啊，有热豆浆和咸豆花哦。另外还有提供一些标准的西式早餐餐点。果汁的部分也有，可惜喝得出来不是鲜榨的。吃饱喝足后，我们散步到附近的思南公馆逛逛。我们现在走进去的这栋是周公馆，这里是1946年周恩来在上海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哦，就在这里。周恩来曾经接待过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甚至还在这里举办过中外记者招待会呢，充满了历史意义。1949年之后，就在原址设立了纪念馆，里面恢复了周恩来、董必武卧室等部分的原始摆设，还特别开辟了陈列室来介绍当年的历史。在1959年的时候，这里就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了。接着我们走进思南公馆的街区。上海思南公馆是市中心唯一一个以成片花园洋房保留保护为特色的历史风貌街区哦。这里一共汇聚了51栋历史建筑，涵盖了独立式、联排式花园住宅等多种近代的建筑风格。
旁边紧邻着优雅的复兴公园，这些洋房外观保留着老派的韵味儿，但内部早就改造成现代的精致餐厅、酒吧和高级会所了。在这边散步真的超级舒服，加上今天天气又很好。最后来总结一下吧，这次入住博尔曼酒店的整体体验算是蛮一般的，服务和餐饮的部分让人觉得有点差强人意。不过酒店的地段真的很无敌，周边可以逛的地方超级多，绝对能让你每天轻松暴走2万步。当然啦，这个精华地段可以选择的好酒店还有很多，如果有好推荐的小伙伴，记得在留言区告诉我哦。那这次的影片就先到这里啦，我们下次见，拜拜。